Hello， 各位小伙伴，大家早上好，能听到我的声音吗？大家早上好啊，声音和我的音乐大小呢是否合适啊？欢迎新加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哈。今天是咱们24节气的大雪，今天刚好啊，可以带我们的小伙伴一起来画画我们的雪景山水。欢迎来到咱们一朵云的直播间，如果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左上角的头像加关注啊，也可以点亮黄色的粉丝灯牌，成为咱们粉丝团的一名成员，好不好？大家早上好，早上好。点赞1000是吧？大雪的日子，你的家乡下雪了吗？你所在的地方下雪了吗？刚好早上呢，有位小伙伴给我推荐了一首歌，叫《认真的雪》啊。那希望一会儿上课的时候，我们的小伙伴也能认真的学习啊。雪下的那么深，下的那么认真，倒映出我躺在雪中的伤痕。我并不在乎自己究竟多深。刚进入直播间的小伙伴呢，可以根据屏幕上方的工具提示做好相应的准备。我们用到的是生宣或者生宣卡纸33×65的一个大小，基本上保持这样的一个尺寸就可以，至少是同比例的啊。如果你画的是一个方形或者是一个圆形的，你要做一定的取舍，你要根据你的画面呢做一定的调整，好不好？我在南方的艳阳天好，在南方的小伙伴呢，家里啊可能看到这样的雪景呢比较少，但是呢可以由自己呢来亲自的制造一幅啊这样的雪景，期待一场大雪纷飞呀，大雪纷飞的世界。早上好，早上好，各位小伙伴，可以根据屏幕上方的工具提示做好相应的准备。一会儿我们还有8分钟就要正式的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了。大雪来了，可以赖床，但是呢，让烦恼可以冻脸，让忧愁可以雪场，让快乐和健康相伴。大早上的可以搓搓自己的手，活络筋骨啊。然后当然也可以多用它来点一点屏幕啊，点赞，活络。一会儿画起来呢，你可能就没有手来，管这事儿了，是吧？现在呢可以忙一忙。开心果还没有收到，那就再等等，或者和这个客服呢交流一下。好，新进入直播间的小伙伴，如果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一下左上角的头像加关注，以后每一次直播呢都会给你提醒。我们基本上都在上午的9点半，带我们的小伙伴一起来画我们的这个国画。当然，点亮黄色的粉丝灯牌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可以提前一天呢获取我们给大家预告的工具清单，还有高清的案例图，好吗？穿上黄色的小马甲，成为咱们的团宠。这要下雪，白茫茫的大地就会莫名的开心。是的，南方的小伙伴呢，第一次看到那种满天雪地的这个我们说银装素裹的一个景象的时候呢，是非常非常激动的。至少我当初也是这样子。当初在北方刚开始看到那种厚厚的积雪，是吧？积雪能达到几十厘米高的时候，那种感觉。有挂历嘛？挂历在咱们的小黄车里边啊。好，抓紧时间可以准备好咱们的工具清单、工具材料，一会儿我们就要正式的开播了哟。我们今天带大家画的呢，就是比较熟悉，当然其实也比较容易上手的哈，
各位小伙伴不要畏惧，也不要觉得有多难。其实这个作品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上手的。小黄车已经上了，今天不仅有画画的基础的工具材料，是吧？有我们开心、香甜软糯的大白兔和开心果。当然，大雪的纷飞的日子呢，手可以搓一搓，但是脚呢却很冷，对不对？想不想把哪吒的风火轮拿过来踩两下呀？脚上使用的暖宝宝已经给我们的小伙伴们呢准备好了。这个天寒地冻，又到了手脚冰凉的一个时节啊！早上起床的你，是吧？是不是这个时候刚好啊？非常适用这个时节。那么暖宝宝设计的非常薄，而且发热呢很快的，穿上袜子的功夫呢就开始暖和了啊！穿上袜子的时候啊，就开始暖和，让你出门的第一步都是暖暖的。贴心的暖宝宝，你值得拥有。还有咱们3分钟的时间就要开始喽，希望大家把工具清单呢准备好了。不仅有开心果，是吧？大白兔，还有暖宝宝，就差腊肠了。这个小伙伴呢，看来对吃的更中意，是吧？我们呢，也就是带大家画画的同时呢，稍微的娱乐一下，愉悦一下。大家早上好，你是否在上班的路上啊？如果在上班的路途当中，一定要注意行程的安全啊，不要一边开车一边看手机啊，一定要注意到行途的这种安全，路途的这个驾驶的安全。如果你在上班的话，是吧？刚好摸鱼，是吧？我们说的陪你上班，陪你聊天，陪你画画，陪你摸鱼到星期天，在上班，是吧？申请的粉丝团，你只要就是比如说现在前面的群呢都已经满了，可以申请进第12群。它每一个进群呢就有2个权限，一个是关注，一个粉丝灯牌。
接下来我就要开始带大家一起来画画我们今天这个案例了。这张画就是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是一张直观的雪景山水，叫西山雪记啊，西山雪记是这个作者为数不多直接在这个画面上面啊，这个给这个画起了一个名儿的。它像往常的画啊，基本上都是飞瀑图、观瀑图是吧？白云图啊，都一般的名字都是重复的啊。那这张画呢，是它为数不多的，也是一张雪景啊。刚好今天是咱们24节气的大雪，你所在的地方下雪了吗？要是下雪了，记得和你喜欢的人啊一起出去看看雪，所以因为一不小心就白头了。好了，开个玩笑啊。好，这个画面呢，它是银装素裹，而且呢雪满山川，而且素白而沉寂的画面当中呢，含蓄地传达了一丝苍茫的意味。而且萧瑟和沉寂的枯树是我们今天刻画的一个重点。当然在这个画面后方还有一点点点景的房屋，通过房屋的体块的这个墨色的衬托，也能让这个画面的空间呢和立体的效果啊会更强，是吧？是一张寒冬沉寂的银装素裹雪满山川的一个视觉的画面啊。那所以我们今天就带大家来表现一下，感受。当然年末了，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小伙伴把这一年的遗憾或者狼狈啊都埋进雪里，来年长出新的期待，眉目舒展，一片干净，好吗？右侧是咱们的工具提示，做好相应的准备，我们待会儿就要开始带我们的小伙伴一起来画一画了。好，我要调转镜头咯，做好咱们的这个材料啊或工具清单的这个准备好。来，我们调转镜头。好，各位小伙伴，能看到我的双手吗？能看我的双手的，来敲2个数字5。大家早上好，欢迎新加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如果没有点关注呢，可以点一下关注啊，也可以点亮黄色的粉丝灯牌，进入咱们的粉丝群，获取每一次直播时我们需要的工具清单和高清的案例图。提前一天呢，给大家这个预告出来啊。好嘞，我已经看到大家的回复了 ，Give me 5，咱们就可以正式的开始了。首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本节课我们需要用到的工具的材料。你可以准备一支蓝竹啊，其实蓝竹呢是小号的蓝竹吧，用来一会儿大面积的去染啊，但你可以去勾勒树干，其实也可以用到它，就笔触稍微粗一点的地方，就用这种大一点的笔。好不好？或者我们用一支狼毫的小号，我们去勾勒这些小的树枝啊、小的房屋等等，都是可以的。因为这张画没有特别多的细节，虽然看似繁复，其实我就怕画得太快，是吧？就怕得太快，画太快，那会儿我们就没得画了啊！其实这张画是比较容易出效果的。初学的小伙伴，你不要太担心啊，其实这个是很容易把它表现出来的。雪景应该说是我们所有的山水类目当中啊，比较容易上手，而且容易画出效果的啊。好，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拿一个尖毫啊，用尖毫或者狼毫是吧，来表现咱们勾勒和皴擦嘛。然后其他的呢，咱们适当的去平整的晕染就可以了，好不好？好，颜料呢，我们一会儿用到了再给大家说，其实用到的不多，可以用可以不用颜色啊，让它肃穆一点都是可以的。没话就聊天是吧？好，然后我把这个案例图找出来。好，然后我们就要开始带大家一起来动手画了啊。把这个图放小一点。好嘞，咱们接下来就开始带大家一起来画画。我们先拿出碟子，里边倒出咱们的墨汁，然后呢，用一支比较这个，就是用尖毫的小号吧，尖毫的小号啊，你的提豆是尖毫也可以的，都是可以的。然后我们呢，把毛笔呢先在这个笔洗里浸湿了之后，对不对？给它浸湿，在这个笔洗里边打湿之后，好，用毛笔的笔尖是吧，蘸取点浓墨，
我们呢用一个干净的碟子来微微的调和，一下，是吧？给它调和出，因为加了水，就是稀释这个沫嘛，我们就可以调出更淡一点的层次，这是相对的淡。当然，我们刚开始画，从哪儿开始画起呢？依然是从近景，对不对？从左下角到远景这样的一个推着来的一个过程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画画都是由近及远嘛，一般情况下都是这样子啊，好不好？来，我们呢把这个毛笔浸湿调和，是吧？我们需要的墨色的层次，这个时候的墨色呢相对还比较浓，对吧？我们需要一点浓重的墨色。所谓的雪景其实就是通过留白或者通过浓重的墨色来衬托出来的。所以你在画的时候呢，不必要太过于拘谨，或者说我需要画特别多的内容啊，其实就是衬托出来的。好，把多余的水分，笔肚多余的水分给它刮掉，啊！我把碟子呢就到处放到我们的屏幕上方啊，让我们的小伙伴能够看到。好，吸一吸毛笔的笔肚，好不好？好，我们把它放到旁边。我们先来确定这个画面。我们每次画的时候，先确定是什么，它的中心点，或者说我们的参考线、横竖十字线交叉的地方，对吧？大致你确定出来就行，不用画一个特别明显的点，你自己能够看得明白就行。是尺寸在咱们旁边的这个工具清单上面给大家已经列出来了，33×65啊。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动手了啊，实际在画的时候呢，我们大概就是从左下角嘛往上去推着来，底部的这块岩石大约画在我们比如说横着的中心线，是吧？横着中心线以下大约一半，对吧？大约一半，甚至还可以低于一半。这就是我们底部啊这个三角这个斜坡最前方，也就是我们最粗壮的那棵树，它这个着落的地面大概最高点就画到这里就行了。底部的一半偏下1指左右，确定好。那么离纸张的左侧的边缘呢，大概有多宽？竖着的中心线到纸张边缘左侧一半，再靠右一点，再靠右一些，是吧？3指嘛，靠右3指。好，就确定好了。确定好了之后，我们呢就可以给大家带大家怎么去画了啊。其实这一侧左边我们主要是用树根的方式来体现，右侧我们基本上是勾了轮廓，最宽的地方接近我们竖着中心线对下来，在竖着中心线左侧1指左右。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能通过勾勒这种轮廓、勾勒线条的方式把它给画出来。好，动手了啊！水分适中哦。好，从左上下去，有一些波折都是正常的啊。你看转折的时候呢，我们会适当的顿笔，大家可以把笔呢稍微掀开一点点，有一定的断续的关系都是可以的。线条有长是吧？有短，转折地方可以适当的墨色饱满一些，好吧？好，然后我们还可以再从它的右侧后方再来叠加一些小的层次和细节啊。好，其实浓重一点的墨色就这个轮廓线，怎么构图？其实你现在是临摹嘛，你不太需要去这个说我要去怎么去精研位置，你参考这个画家他的这个案例的方式呢去表现就行。那么我们刚说到啊，它是基本上画面都使用的这些，你看都是岩石的造型，基本上都偏三角，所以它在强化这种雪景的这种这种安静和安稳的感觉。因为三角它本来就具有一种稳定性嘛，稳定沉寂，而且呢安静，这就是通过这些线条的气质，它是吧，传达了画面的这种不同的这种视觉效果。好，这是我们画的第一块啊，这块画出来之后，我们就前面呢先不着急去画，然后我们就要开始画树了，你看画雪景是不是很快？好，勾几根线，咱们就可以开始画远景的了啊。
咱们把这个镜头呢放大一点点啊，放大一点，从左侧开始带大家一起来动手。左边在画的时候，我们大概能够确定出来，就是这个纸张它的一个从上这个树干从上往下的一个大体的一个脉络，或者说它的一个方向嘛。最宽的地方它可能会画到，我们把这个碟子放到旁边哈。最宽的地方的树枝，它会超过树枝的中心线啊，它是一个右上左下，它是倾斜的这样张扬的，像一把伞撑开的树一样。然后啊，从上往下画的话，要兼顾它的一个粗细的变化，好不好？好，左侧还要留出适当的间距来哈。来，我们用比较浓重的墨，从咱们的树梢部分呢开始给它皴擦，去体现浓重一点点。啊，最高的从咱们这个上方画面的上方，纸张左侧往右数大约拿个颜料管给它比一比。大约1个半或者接近两个颜料管间距吧，啊，好，至少是从上往下，我们呢把笔锋按下去一点，去勾勒这个线条，啊，勾勒这个线条，然后在这种转折的地方，从右侧是不是？我们又可以给它深发一点汁，深发一点，这个时候线条比较粗犷，而且呢墨色比较浓重。墨色比较浓重哦。好，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咱们易德云的直播间，我是博云，大家可以准备好咱们的绘画材料工具，可以跟着我呢尝试一起来感受感受我们大雪天的雪景山水。好，然后我们再从上往下哈，这个树干其实我们没有特别多的一些细节没有特别多的细节，然后再从右边是吧？我们再来添加一些小的树枝粗细呢，墨色浓淡呢，它比较适中的。这是最上方这一块，然后我们再往下边走，上面它还有很多枯枝，记住最浓重的墨色也就在这一块了。最跳脱墨色对比最强最浓烈的就在这个画面的左上角的树杈的位置上，用的是生宣的卡纸，你也可以用半生熟。好，然后我们由细到粗把这个树干枯色的或者说浓重的这个墨色呀给它带出来然后我们给它把右侧从单钩是吧，逐渐变成这个双钩的一个感觉。在双钩的时候它的线条是很松动的，是吧？是很松动的。然后再从右侧走，从右上角走呢，这个枝呢，我们说了它是比较长的。它能够接到超过树枝的中心线的位置了，好，我们接到这里之后，你看还有一些虚，用线比较虚，然后接到这儿之后呢，再往上方是吧？右上角接过去当然这个枝我们还没有画完整，它的粗细要给它勾勒出来。好，把这个树干是吧，给它加到这儿，树枝把这个树大概勾出来了。当然，这个树的时候，为了体现出它有一定的墨色的这个对比关系，是吧？你可以把一侧，它的案例的来看呢，它是把左侧偏顶部这块呢，是适当的用这个浓重的墨色呢，去给它覆盖了一些的。然后我们自己可以根据你的画面的实际的
情况啊，可以加重一些墨色，稍微衬托出在这个树干上方有一些积雪也好，或者墨色的这个层次的对比也好，好吧？多喝水是吧？好嘞，咱们可以干了冬天的第一杯白开水。好，好，大概给它画到这里，然后我们再来用这个墨色浓重的层次，再从它边角啊出一点汁啊，出一点汁。出汁的时候，我们可以让水墨饱满一些啊，水墨饱满一些。太过于枯涩呢，就线条它不够，还不够这个达不到我们所表达的这种味道啊，达不到这种味道。好，再从下有长有短，把这个汁给它接过来。当然后方它还会出一些很多，我们先大致吧，我们先大致把这个树枝呢加在这里，一会儿还可以进一步的去丰富。好，如果我们觉得不够粗的话，还可以给它往上面添加一些小的细枝啊，都是可以的。好，这是我们加这棵树啊，加的这棵树。这个前面这个枝啊，或者下方这个枝啊更浓重，后面那个呢相对的要淡一点，相对要淡一点啊。这是我们在处理的时候，为了体现出一点稍微有一点前后的这种虚实感，啊。是的，半边树干上有积雪嘛。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再往下走啊，再往下走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树干的这个越往下走，其实树干它这种苍劲的线条啊，会枯涩的感觉呢会更明显啊，更明显。好，接到微微的就开始接到我们刚刚画的这个岩石的这种边角了。那么这个树干是吧？它有什么？有一些波折，同时呢有一些枯涩的这种交叠关系啊，交叠的关系。然后再在左边啊，我们用比较浓一点的墨色啊，好，边角走一走。给它上方呢再加一点咱们这个饱满一点的这个墨，让这个树干呢它有这种实一点的，也有这种相对虚一点的。这个画上面最粗的地方，就是墨色最浓重的地方啊，就在这棵树的顶部了。还要我们稍微的加点水。好，然后从上往下，把我们的这个树干的波折感给它带出来。好，带出之后，左侧你看很明显，左侧要浓重一点，右侧呢它就要更淡一些，是吧？右侧更淡一些。然后我们再从上方，是吧？再从上方，然后给它在这个树的这个底部吧，我们要给它加一点点小的树疤啊，镂空一点的这种树疤，是吧？适当的给它擦一下，镂空一点点，镂空一些。是吧？边角呢，给它适当点上一些小的斑驳的笔痕，是吧？树疤也可以，像这个镂空了的就是枯树了，这种年代比较久远的树啊，它往往中间就比较容易镂空。我们说一般有一些树还容易发生这个树火，对不对？树的中间自燃，是吧？不经意的可能就燃起来了啊。好，那这就是因为它镂空的，或者说枯了之后啊，变得容易呢。这个干燥，
好，然后在这种转折的地方，是吧？我们稍微的点一个小竖八，点一个小竖八。在我们的群内有这个原图，有群内有原图哈。然后我们呢，再稍微的给它擦一擦左侧，稍微的擦一擦左侧啊。当然不是说完全要跟左侧一样浓重，可以适当的带一点层次感，是吧？是有浓有淡嘛。我们现在通过这几棵树，这棵树的浓重的墨色呢，已经把这种雪的这种洁白感衬托出来，只不过我们还需要一些细节去丰富它，去丰富，对不对？好，丰富起来，画面呢就看起来更加的舒服了啊。好，然后这是我们画第一棵树哈，是的，是黄金币的。然后我们现在呢，再从它的下方啊，再从它的下方往上走呢，添加一些这个枝，把这个树啊给它丰富起来。那现在就画一个枯枝，我们的小伙伴可能，诶，他到底能看出啥来？是吧？还不一定明确。在树上面添加一些枯枝，适当的丰富一些点啊，丰富一些点啊，让它看起来更加的完整，更加完整一些。然后这个枝上方啊，它要加好多好多的，有长有短的嘛，然后不同角度的，咱们都要加上。出这一支的时候呢，就干脆利落一点啊，一笔出去，啊，时起时收都是可以的，是吧？当然时起虚收它也不影响，也不影响，也不影响。但线条尽量肯定一点点啊，太过柔软呢，它显得就不够有劲道啊，不够有劲道。这是我们画的最上方的这一颗啊，最上方的这一颗。然后我们再把边角是吧？边角、树梢是吧？这种小的细节给带出来。啊，给它丰富出来了。这个不一定要完全要跟原作一样，你把这个大体的一种疏密或者虚实关系呢找出来就行。适当的给它点上一些点，对吧？适当点上一些点，点在咱们的这种树干的上方，让这个画儿看起来丰富啊，是吧？丰富一点儿就可以了，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就是左侧。哦，再从上方啊，有一点有长有短的叠加起来。又需要值得去刻画的地方，也就只有这棵树了。所以我们在画这棵树的时候，需要给它适当的丰富一些墨色，甚至于这种姿态上的形象啊，姿态上的形象。当然，在它后边一会儿我们还需要再去叠加一些，叠加一些。啊，左边我们再来虚起实收。
边角给它点上一些苔点，浓重一点点。边摸鱼边听课，忙得不亦乐乎。好，可以的啊，注意老板的眼神哦。来，我们从上往下，稍微的点上一下小的苔点。那在边角这些地方，你自己呢不经意的加上一些就行。左侧的这棵树其实出枝并不多，我们稍微的给它添加一些。由我们的整个主干由粗是吧，到边角这种细枝，它更细一点点，更细一点。好，我们大致就把这棵树啊画到这儿。这是我们前方的最前方的这棵树，大家画出来了吗？上午调休，安心听课，那就最好了。没时间，没时间啊，可以看咱们的回放，是可以的。好嘞，好嘞。好，如果不知道怎么看的呢，在课程末尾，我们可以再给大家说一说啊。如果你不太方便，你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点我头像里边有一个视频，黄色的那个图块的头像那个视频，你就可以看到具体的操作的流程，好吧？好嘞，我们呢现在大致就把这棵树啊最前方的这棵树画到这儿了，跟上了敲个1，好不好？看看大家的一个进度哈。大雪纷飞的日子啊，有没有和你小伙伴出去走一走呢？你们那儿下雪了吗？好，一不小心可能走着走着就白头了哈。好嘞，好嘞。平时的课程怎么安排？你说直播吗？我们的直播主要是在上午9点半啊，当然我们也有回放，在这个评论区。在我们的小黄车上面。好，咱们这块的树干、树枝就先加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去体现它后方的一些小的细节了。后方一点的小细节，可以跟着我一起来感受感受。我们把镜头依然推进一点儿。在它的这个左右两侧呢，其实还有一些细碎的石块，我们呢可以给它适当的丰富一下。比如在这个左侧吧，在它左侧大约1到2指这么一个宽度的地方，我们需要适当的去交叠一些小的细节的石头，然后再往后边走。好，在边角啊，稍微的叠加一点细碎的石块嘛，不至于全是一个这个整整的石头，是吧？有大有小，然后从上往下呢，从下往上啊，适当的去点一点，皴一下，把这个岩石呢厚重起来。啊，顶部还是适当的留白，把交叠或者偏暗的地方、偏底部的地方，给它稍微的皴一皴。那么前方这棵树，我们需要把它的这个树的这个根部，是吧，给它带出来。虽然被积雪呢可能挡住了一部分，我们还是要给它适当的勾勒一下。勾勒一点点，不经意的或者隐隐约约含蓄点的这个树根部出来哈。像这么苍劲的这么突出的一棵树，它树根部肯定是相对来说比较丰富、比较繁复的啊，非常多的一些根系盘根错节的是非常多。一般来讲哈，但被雪景覆盖了之后啊，
我们就微微的暗示一下就行了，好不好？摸鱼的就不要忘了咱们搓搓屏幕啊。好，点点赞。来，我们呢再从左边啊，再从左边走，来一点淡墨啊，稍微的用我们的水啊洗洗毛笔的，用水稀释一下咱们这个墨色。从上往下，我们来一点淡墨，是吧？来点灰调子，用我们的小朋友，用我们小伙伴的话说哈，淡一点的墨色。然后呢，在这个石头的上方，是吧？或者石头这个根部这块稍微的给它皴擦一下。不是所有的地方全都是白雪皑皑的，它需要一定的不同的层次呢，去衬托它的丰富感。好，当然笔可以放倒一些，放倒一点，搓搓手，画技立马都有。好，然后我们呢，稍微的往左边是吧，衔接衔接，记住这些笔触不能显得琐碎，不能显得琐碎啊，它是要适当的连叠。有很多小伙伴我发现就是提交到我们这个群内的哈，在学堂上面他提交的这个作业上来，发现就是笔触呢非常的碎，他刻画完了之后，他没法去统筹去把这些画融到一起去，笔触，那就容易显得不那么个完整。好，接下来呢，我们再从左侧，我们稍微把毛笔的笔肚吸一吸哈，笔肚吸一吸，再从左侧走。好，我们再从旁边走。从它的边角，我们再需要去给它适当的添加一些小树、一些小枝，小枝在这儿。手速太快，可以慢一点啊，可以慢一点。然后再从它的这个石头的左边，是吧？我们叠加一块，也是一个高矮不同的小的石头。然后在这上面呢，我们叠加一些小的树枝，小树枝这个呢就比较细了啊，比较细密了。这块的树干呢，我们非常的明确，是吧？好，我们从上往下，这个树枝它是会超过横着的中心线的啊。从上往下，比如说我们来这么一个枝，对吧？然后边角给它适当的自己呢给它添加丰富一些。出这些边角的枝角度不要都平行或者对称啊，我们会适当的它会有一些角度的这种错落啊，角度有一些错落关系在里边。画的这些枯枝的时候，墨色它都比较浓重，因为我们就需要枯枝去衬托这个画面嘛，去衬托咱们这个画面。从底部，从下往上，好，适当的连叠，是吧？这树枝也是这样子的，丰富起来。
好，这是我们画的这一块的小树枝，丰富起来是吧？看起来散一点点、碎一点点或者细致一点点，是吧？方便一会儿我们去衬托后面更多的一些小的细节。后面都是一些大的概括的点，需要细节的地方就在这儿，就在这里。好，我们可以稍微的往左上角啊，再来叠加一块石头，叠加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呢，这是擦出去的，是擦出去的。山头它也会有一些大的墨块，大的墨块。右侧呢更平整了，更平整。这些地方可能有的时候树和石头的枝干呢，它看的不是特别的清晰，那么我们也需要有一定的这样的细节，或者说含混的地方，对吧？不用笔笔都是分明的。然后再往后边走，再往后边走的时候，我们呢可以把这个笔触交叠的一些石块，是吧？后面再包裹一层石头。我们先把清晰的给它画了，然后再来画这种含混的，含混到里边去。手都被搓坏了是吧？薄云儿。好，劳逸结合啊，劳逸结合，不要太累。然后再从它的下方走，再从它下方走。好，从它的后方这一块啊，我们稍微的来给它勾勒一根这个，勾勒一块这个树干的线条。这两棵树挨的呢比较近，是吧？挨得比较近。后方这棵树墨色是吧，要淡很多，要淡很多。然后呢，这棵树也要细很多，它是从它的后方出来的，啊，后方出来。重一点的地方，只有在一些转折的位置，我们稍微的给它加了一点，其他的都还好。从下往上转折，丰富一点点，勾勒完整。好，来一点浓墨，把咱们的这个树的根部这一块叠加过来。助教还在吗？助教还在睡觉。啊，助教还在睡觉。来，我们呢再从上往下啊，再从上往下。根部这一块我们呢给它稍微的皴擦一下，稍微的皴擦，然后左边啊，主要是塑造它左边，加的厚一点点吧。好嘞，但墨色不要比前面的跳脱了哈，因为本来它是需要靠后面的这种前后虚实去衬托这种雪景或者画面的空间的哈。画面的空间的。又有谁给我说我唱歌？这，是吧？说这个的肯定是唱歌挺好听的，让他唱一段啊，还会跳舞呢。好嘞，欢迎新加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啊，可以根据左侧的工具提示，如果你有的工具的话，可以尝试跟我们一起来画一画，局部练习也是可以的。如果不太方便，那你可以先跟着听一听，感受一下是否是自己能够感兴趣的这样的绘画的方式或者内容。
好，从边角，我们从这个岩石是吧，往后方走，横向的用淡墨是吧，去皴擦一些这些小的这个前后的对比关系出来。在这一块啊，我们要勾勒一些散碎的小枯枝，对不对？散碎的小枯枝，雪景同样是需要我们画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能衬托出它的视觉效果的哈。来，我们接下来用浓重的墨哈，从左下角稍微的给它添加一些，适当的去焦点都是可以的。稍微的加，然后比如说局部的地方，我们可以自己点上一些胎点，是一些笔点，来丰富一下它的这种疏密节奏或者这种虚实感。树身多高？你其实大概可以看到底部我们就留了。你就把这个纸张分成4份高，对吧？4个等份的高度，它顶多占1/4，对吧？这个岩石，然后这个树干就要占3/4。好，我们呢就说到这儿啊，就说到这儿。然后接下来我们呢再来往下方的边角，是吧？给它适当的给它点一点啊，点一点。好，衬托出来了，对吧？衬托出来了。岩石的边角稍微的点一下，树干上方是吧？稍微的给它带一点小的胎点，就需要你刻画的细节，其实也就这一块儿。如果你有耐心，一会儿效果就出来了。其他地方就没有太多地方需要你去刻画的。接下来我们来画这个小房子，房子画完，我们再往后边走，好不好？好，在这块儿大家跟上了没有？我们等一等啊，我们等一等大家伙儿啊，等等大家伙儿。树身有多高？我们刚说了，这个纸张你把它分成4个等份高，是吧？4个等份高，它顶多占1/4石头，然后树干呢占了3/4的一个高度啊，大致画到这儿就行，不需要说一定要1:1或者完全还原。好嘞，咱们喝个水，等等我们的。等等我们的小伙伴啊，大雪纷飞的日子呢，你的手是否暖和啊？是否暖和？如果不够暖和，你应该多让它活络一下筋骨，是吧？血液更流通一点儿，可以点点屏幕，活络一下，是吧？然后手呢，我们搓一搓，可能就暖和了，哈口气儿也行。但是脚呢，如果脚冷的话，哎，咱们今天是吧？这么冰冷寒冷的一个时节呢，为我们可爱的小伙伴准备了这个贴心的暖宝宝，用来贴在脚上的啊，贴在脚上的哈。你打开的时候，刚穿袜子，它就开始暖和了，当你穿上袜子之后，出门的第一步，它都是暖暖的，真贴心啊！只要你脚暖和了，是吧？其他地方身上都暖和了。好嘞，接下来我们再来一点点这个，再来点淡墨，我们来勾勒后面的房屋。你可以准备那个什么，用那个勾线笔或者小红毛来勾都是可以的。好，然后我们从这个下方走哈，从这个下方，房顶大概画到哪儿？前方的那个房子呢，它没有超过横着的中心线，横着中心线以下一点点啊。在2棵树之间的这个线条比较浓重。来，我们从下往上吧。好，勾勒这么一个树干啊，不，房子的侧沿，然后房顶，是吧？给它勾勒出来。
房顶要齐平，整体呢稍微平一点点哈，平一点点。好，然后再把下面房屋的这个房顶的这个造型大致给它勾勒出来。南波也有，只有今天有啊，只有今天有。今天不是大雪嘛，是吧？比较寒冷。然后我们在这个它的房檐的边角双勾一层，这个是我们房屋的它的这个宽度啊，从上往下再来一个柱子，把这个房子的墙面给它贴出来，是吧？贴出来，然后再从下方啊蜿蜒曲折的加这个房顶。然后从上往下是吧，垂直咱们的画面，把这个墙体柱子给它带出来，上面带一扇门是吧？这一扇门不需要你去怎么刻画是吧？2笔下去就出来了，就出来这个房屋了。墙面呢没有特别的高哈，没有特别的高，因为你也不需要给它画这个太高的。就是一种山居的茅屋啊，山居的茅屋啊，从上往下，再来点水，对，小黄车里的回放是至少120伏案例的直播，其实都会超过的，肯定都会超过的，只不过我们系统默认的时候呢，就默认的这个120，默认的120，这个你课程数量那个案例的数量你不用担心，是120伏完整的案例哈。因为有的些课程可能视频比较大，有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分成2段上传，那个呢都不算是2节，那个只算1节。好，再来点弹幕，永久观看的一个权限，好吧？当然还给大家赠送基础教程，对于我们很多零基础小伙伴怎么入手，怎么上手来学习和掌握这些基础的技法，用笔和调和墨色。毛笔我以前都没怎么拿过，是吧？可以理解。好，把茅屋的这个墙面呢用淡墨是吧擦染一下，房顶就是白雪皑皑的景象，白雪皑皑的景象是永久观看，永久观看，就下单之后都属于你了。啊，当然观看的这种方式，在我的头像里边呢有一个视频专门给大家讲解的，是吧？如何去下载学浪啊？这个如何登录学浪去观看，在哪儿观看？找到班级群在哪儿找？好，这个茅草屋，你看一画出来，是不是就感觉房顶、地面都是白雪皑皑的？好，在它边角是吧？我们可以稍微的添加一点斜坡。添加一点点斜坡，然后我们来一点点水，来一点淡墨呀，依然是把这个地面是吧，雪中的踩出的路的痕迹是吧，稍微的点一点，当然可以蜿蜒一点点，不用太过于直愣。希望这节课有回放，有这节课咱们可以放心的说有啊。之前有一节课忘了录制是吧？咱们这节课是后面呢是长教训了啊，长记性了。好，给大家把这个小房屋给画出来了哈。好，画出来之后，小伙伴们，我们接下来要画它后边还有一个小房子了。是慢慢悠悠的，你看一张雪景就开始出现了，慢慢悠悠的一张雪景就出现了啊！好，欢迎新加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可以点关注，以后每次直播呢会自动给大家提醒，也可以准备好咱们的工具材料，跟着老师呢尝试一起画一画。如果都没有的，可以先尝试一起来感受，或者说局部的练习，通过其他的纸张来画一画也是可以的。这个房子呢，最高的点也就画到这个横着中心线上面，墨色可以更淡一些，用其他的材料来尝试画这种造型嘛。好，后面那个房屋呢，它要
房檐要高一些，是吧？房檐高一些，然后从底部稍微要皴擦一点房顶的这种小的细节，然后我们再来一点小的竖着的线，柱子和咱们的这个墙面，我们都给它带出来。好，一高一矮，一前一后，是吧？遮挡出来。好，侧面的墙体我们都给它擦一擦。好，前后给它衬托出来了，白雪皑的景象。好，然后我们在这个右侧边角哈，右侧的房屋的边角，稍微的用淡墨，看到没？现在用的墨色都不是那么的浓重了，都要淡一点点，我们可以把这个斜坡画出来，然后来画后面的树。一直画树呢，大家可能会比较累。好，我们推远一点哈，推一点，大家可以看看整体的感觉。好，我们接下来要画这个斜坡了。那这个斜坡大概画到哪儿？这个小树前面它有个房屋，是吧？我们说蜿蜒曲折的，或者说交叠一些小的结构，到画面的下方，越过咱们竖着的中间线了哈。好，它们有一定的宽度，这个路面有个宽度。然后这个边角呢，又是一棵树，是不是？我们可以先把这棵树画了，为啥？因为这棵树画了之后，我们再画后面染啊等等啊，等它干了之后染出来效果会更好一些。好，迎来暖宝宝是吧？好，大雪天暖暖的啊。当然我们也就是今天呢应个景儿啊，也就今天一次有，后面就没有了。来，我们呢就在咱们竖着中心线右侧啊，我们竖着中线右侧斜着的最高的地方，大约也就在横着中心线的位置嘛。啊，从上往下，水分饱满一些，出这种汁。好，然后我们再从上往下，是吧？给它勾勒一点点。线条你有长有短，有曲有直，有弯曲的弧线的，对吧？也可以有这种直愣一点的，好，接到这儿之后，我们呢从上往下，是吧？要给它接到这个地面上去了。在这个边角从下往上加一点小枯枝。好，它的边角呢，不要画这种特别明显的这个线条了，用这种断断续续的点之类的，体现一种血积攒在上面，是吧？有一些枯枝冒出头来，大概的一个感觉就是这样。然后再从它的边角，然后我们可以稍微的给它勾勒一点枝。左边啊，微微的给它带一点长的枝条，画的十字线右下角的那棵树。好，在画这个树的时候呢，你出枝你可以更灵活一些啊，不一定说非得要跟这个它的原画的一样，有一定的疏密或者说虚实的关系在里边啊，就够了。长短都是枯枝嘛，用这种浓重的墨色去衬托雪景的，让这个雪景里边呢有一些细节。当然枯枝呢就是要再画的浓重一些啊，你要淡了，它不方便去体现出这种画面的层次。
这是我们画的这一块儿。好了，这是我们树梢这里，你可以自己根据画面的需要，可以再适当的添加和减少一点儿，都是可以的。好，大家画出来了吗？这是我们画的最右侧一点，靠右侧一点的树。粉丝群进不去的话，那你就先关注就行啊，关注就行。有的小伙伴确实不知道该怎么操作，是吧？那你就先缓缓，先缓缓。好，然后我们呢加到这儿，加到这里，可以把这个斜坡都勾勒完，然后我们再去画后面的那些树啊，后面的树，然后再从上方房顶的边角，对吧？加一个斜坡转折过来，后面其实就是通过墨块去衬托它们，对不对？衬托一下就行。好，大家上午好，欢迎新进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啊。好，可以呢尝试一起来画一画啊，也可以点亮黄色的粉丝灯牌，以后呢在我们的群内获取我们高清的案例图和工具清单，好吧？好，我们再来在这个下方顺擦一下。用弹幕的方式，给它往上面去走。这个斜坡它是有前后两层的，对吧？在交界的地方，我们用淡一点的墨色，给它前后关系呢区分出来。然后再把这个小道是吧，给它带一带。啊，不好意思，鼻子痒痒，是谁在想我？然后我们再来从这一侧走，申请了，慢慢的等我们管理员通过，好不好？好了，大概的一个前后关系区分出来，有一定的墨色衔接和过渡，对吧？就够了，不需要特别多的细节或者特别多的墨块儿，你都要等它干一点之后，你再来进一步的往里边去勾勒一些小的树枝啊等等，对吧？如果我们一直勾的话，显得琐碎。好，接下来我们需要去表现的呢，就是它的后方了，后方的那几棵树是吧？勾勒完，我们呢就可以开始大面积的勾完就是染就行了。画雪景是，你看轻松不？相对之前咱们画的案例来讲，啊，相对之前咱们画的案例来说的话，我们今天这个是不是要更加的轻松一点，更加轻松一点点？好，然后我们再从左边走哈，左边我们呢从它的左侧这个最浓重的这个树干边角走，最浓重的树干的边角啊，大约从这个后方，好，给它加一颗，左侧的边角呢稍微浓一点点。
然后我们适当的给它出一些小的，揉取一点的小的枯枝。在它后方呢，还有一棵树，这个树可以淡一点点，然后从上往下，加到这下边呢，它都是含混的墨色统筹或者遮挡住的。我们可以等会儿这个它干一点之后，我们统一的去给它塑造。只要用淡墨啊去给它皴擦染出来就可以了。多粗？你大拇指超过你的大拇指的粗度就行。这个小伙伴挺较真儿的啊，把粗度都要这精确下来。啊，大致通过你的观察，你比较觉得大概是多少，是吧？相互参考，觉得有多大就行。然后接下来我们呢，再从它的后方，是吧？在这儿，它不是还有一些枯枝吗？有一些枯枝是直接是单笔线、单笔的墨色去勾勒的哈。好，从上往下，稍微的添加一点就行。虚一些，让后面的这个线条或者这棵树，尤其是根部这里。好，从上往下再来。房屋的后方是吧？细密的小树枝啊，它相对多一点，然后就显得茂密嘛。右边因为画面左侧繁茂，右侧呢它都是非常的浅淡的。好，然后再到它右边房屋的最右边了哈，我们再来添加一些枝，上面这棵树我们刚刚加的还不算特别完整。好，上方呢给它大致的用这个墨色，淡一点墨色，加一点。这个时候不必看到你的这个用笔有多么的精彩，而是这种繁密的效果给它带出来。最开始的地方，你只要把它位置定的差不多，是吧？不出太大的问题，后面你用笔就可以更灵活一些，更灵活一点。好像是雪景吧，确实就是雪景。这张画就叫《西山雪霁图》。小烟囱吗？你说这个是烟囱吗？后面的是树，没有画烟囱。在我们的班级群，在我们的粉丝群内都有，添加了群的小伙伴都应该能够看得到。好，然后我们把这个树的左边的边缘稍微的擦一擦，是吧？然后又要给它再添加点树，添加一点树。好，欢迎新加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没有点关注的呢，可以点一下左上角的头像加关注，以后每次直播会给大家自动提醒，好吗？点亮黄色粉丝灯牌呢，就有权限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了。在我们的群内可以获取高清的案例图和工具清单，提前一天呢给大家公告，好吧？好，然后我们在这个左侧再往左侧走，左边其实还有一棵比较突出的树，我们用淡墨
比较统一平整的去擦了一下之前画过的这些树枝等等，衬托一下嘛，衬托一下。然后我们用这种枯树这种浓重一点的或者枯一点的墨，从左上角有回放在咱们的小黄车里边，是吧？永久观看，永久观看的啊。好，然后我们来稍微的擦一擦，把这个树干。有了回放呢，大家都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了，是吧？想看哪里看哪里，哪里不会点哪里，再也不用担心你的学习了。为什么用西山？因为古代啊，特别喜欢形容这个主题啊，沿用这个主题叫西山，溪水的溪，是吧？山石的山，具体它指这个。可以从，比如说它本来就是一种山水嘛，是吧？山水，然后它只不过换了一个更雅致的一点的词儿，雅致一点的词儿，啊，在很多的画家笔下，他都用了这个西山或者西山行旅，是吧？每朝每代都有。好，然后再从边角这边再加一加。好，加不了群的小伙伴也不用着急哈，自己再摸索一下啊，也可以看看其他小伙伴给你提示。好，左边是不是也再加点这个树？加完之后，也给它适当的来点枯枝，在这种转折的地方左下右上。好，我们再从上方走。好，稍微的来一些小枝，细密，这画面逐渐丰富起来了。好，又要退远一点啊，退远一点，看看整体。好，树干这侧我们就加到这儿，然后在边角，比如说它们左右之间为了强调一定的联系或者丰富，在右边的树枝上面呢，我们还可以适当添加一点小枝，添加点小枝。好，柔曲的线条都会有。好，左侧大致就画到这里，然后我们把左上角的山石的轮廓微微的带上一点儿。淡墨，用淡墨带上一点它的轮廓就可以了哈。雪景呢稍微慢一点点，大家耐心一些。一会儿其实我们要画快，雪景它出效果也很快的。你们会觉得速度慢吗？会不会觉得速度慢？好，我们可以从上往下来点淡墨哈，给它稍微的衬托一下。稍微衬托一下，有的时候在一些树枝的边角，你可以留出一点的白，为什么？树枝的边角留一点白，很明显，为了体现一点点树枝上面挂的这种雪嘛，对不对？当然不用给它每一个地方都那个什么特别明显，毕竟是远处嘛。还觉得快了是吧？不慢不慢，可以快一点是吧？好。每一个小伙伴的这个节奏不太一样，我们尽量一个比较适中的速度吧。好，稍微的擦一擦，平整一点点，然后底部是不是从下往上，底部由下往上。如果你精细一点点，你就可以把这些树枝上面就横躺着的这种树枝是吧？你可以给它
用墨色对比出来，流出一点类似于积雪一样的感觉。好，像这个树枝上方有了一层雪花积在上方。底部啊，都给它隐约下去，底部就隐约下去就行。淡墨，淡墨。好，给它染出来，然后再从下方，比如说这一侧，来点淡墨，从左侧。给它点染出来。底部我们皴过的地方，是不是也给它擦一擦？平整一些，暗部细碎的地方就让它平整一点点，再融合下去。然后顶部呢，适当的留出一定的白，是吧？来体现这种雪景就可以了。啊，你看这种雪景其实真不需要刻画太多，真的不需要刻画太多。好，然后再从左边来，左边来。好，把我们的树枝是吧，树根部都给画出来了，都给画出来了。这块跟上了没有？跟上的来敲个数字1。啊，接下来我们把右侧树画了，你知道这张画就画完了。啊，这侧画完就这侧树画了就画完了。一会儿如果时间方便，我们可以大家画个挂历。跟上了是吧？嗯，好嘞，好嘞，好嘞。好，你可以比如说围绕着这个树干，比如说把这个树干为了衬托出来，在它两侧呢用淡墨轻轻的哈，用淡墨把这个树或者你要衬托的内容啊，边角适当的再去重复一遍，或者染的平整一些，染的平整一些，或者适当的去加重，都可以的。但是前提是墨色不能太过于跳跃啊，不能太跳跃。好了好了，那看来都跟上了是吧？看来我们的这个节奏还是比较符合很多小伙伴的。当然，如果你仅仅是眼睛跟上的啊，你敲个数字5，我们看看啊。没有跟上的呢，也不用着急哈，慢慢来。我们这样的速度，我觉得相信应该是很多小伙伴都可以尝试跟一跟的。画的就烦了，这是什么？这就是没有吃大白兔导致的，是不是？没有吃大白兔嘛？我说的对不对？啊，你应该来一颗，让自己的心情稳定下来。啊，好的，这是眼睛跟上。好，当然我理解，有不少小伙伴是因为初学或者刚开始接触，或者时间不是那么方便啊，一会儿有其他事儿，然后呢又耽误了或来晚了，跟不上，基础弱，这些呢都很正常，都必然会有的。这个都是一个学习渐进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现在直播跟起来有点费劲，那回过头来我们还可以这个在直播结束之后单独的练习一下，当然也可以配合我们的回放啊，去尝试呢让我们自己的画的画面呢更加的扎实，好不好？然后我们需要的就是时间和这个让自己去提升的一个过程，不用太过于气馁，或者说太过于这个什么烦躁。是吧？画的本来刚刚挺好的，一笔下去又毁了。啊，会通过的，会通过的。我们有老师专门给他通过。
来，我们把这颗石头啊，这个树干呢，给它加到这里，然后再从边角，从边角，是吧？再给它出一些小枝，好，往上面也可以勾勒一下，丰富一下它的这种出枝嘛。这张画的细节就在这个树上面，那树勾完了，咱们就画完了，就明目张胆的摸鱼，真羡慕。这个我觉得怎么呢？有的小伙伴呢也是来我们课堂娱乐一下。好，这出枝有的时候像一点我们说的这种鱼骨刺的感觉，是吧？把笔提起来轻一点，它就细了。用笔尖呢去这个着咱们的纸张，着落在这个纸张上。好，这是我们最右侧画的这棵树，树梢部分可以稍微的给它擦一下，然后再往右边走，这块好像有一个枝，对不对？在这个枝上面，它好像还有点叶片的感觉。好，点上一些点。然后再往右边走的时候，我们画最后一棵树了啊，最后一棵树了。我用的是尖毫的小号，就是套装毛笔里边大家都需要的是什么？就是尖毫和狼毫、羊毫。你每一样的笔，你至少都得有个一支，然后或者说一个系列的大中小号各一支。最起码，如果你只是说我尝试来感受一下我会不会画，是吧？你可以至少尖毫有一支，狼毫有一支，然后呢羊毫得有一支，对不对？好，然后你才能更好的去表现出不同的这种画面效果来。然后稍微就是认真一点的去画的小伙伴呢，肯定是一样都得有一个大中小号的。好，这个树干给它加到这里。是狼毫，我用的这个是尖毫啊，用的这个是尖毫啊。然后在这个右侧，你看它交叠的出好多好多的枝。前面你说你画准确了是吧？后面你再画的时候，很容易上手，就是画起来就很轻松。羊毫特别软，什么时候情况使用？用来染色啊，或者说我们画工笔、画墨骨啊，是吧？甚至于写书法，它都可以用。写行书和楷书用羊毫都是可以的。画树枝太难了，这是基础的一些技法，我们需要通过一个系统的训练。我们作为虽然作为一个回放，但是我们为了让我们的零基础的小伙伴也能跟上呢，所以给大家做基础教程，每周更新2节。昨天更新了1节，本来更新2节来着，昨天嗓子呢太难受，所以呢就更新了1节，争取呢最近我们再更1节，每周更新2节，让我们小伙伴能够更好的去尝试着去画。
好，画到这儿之后，它似乎后面还有一点。可以把我们后面的痣也是稍微的来一点浓重的，后面不然染完之后看不出来了。染完之后就看不出来，就不太好了。好，这撮树大家画完了吗？这撮树大家画完了没有？这些基础的，你只要是通过一定的方法训练之后，都可以掌握的，都可以掌握的。我们画的这种树呢，它不是那种特别复杂，比如说，我们以后大家感受那个，这个叫李雄才，对吧？他画的那些树啊，枝繁，然后用笔这个非常的遒劲，线条遒劲，然后用笔老辣。我们来感受一下他们的这种笔意。我们画这种呢，就相对来说简略啊，简略，就是造型上可能我们很多小伙伴还不太熟悉用笔，或者说画的比较少。可能你会觉得有一定的困难，这很正常的。但是你需要一些高一点的，或者说优秀一点的作品去启迪你去前进。学过山水基础已经忘完了，我们是基础教程啊，通过最精简的方式，让我们的小伙伴呢掌握最便捷的这种表达的方法，也能最快的呢，收获你学习的一个基础。来，我们从它的边角再来画一点小的枯枝啊。真的，这枯枝画完你就知道，这画就画完了，基本上后面一染就没什么了。好，从上往下是吧？我们稍微的添加一些小的，添加一点小枝。这种就是一种杂树的条，是吧？小的时候你挨揍，可能都是用这种条。好，对于一些这个有过童年是吧的小伙伴呢，都知道。从下往上。有高有矮，有长有短的。好，放到这里，干净简洁是吧？来，我们用一点点淡墨哈，不，现在直接用浓墨吧，直接先把这些重点的地方先勾勒完了，最后再来染。在这个小树下方啊，有点篱笆，这个护栏对吧？我们可以给它稍微把它勾勒出来。好，篱笆。好，篱笆在画的时候啊，它是冒出头的是吧？我们给它冒出点头。好，大致呢画到这儿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刻画太多的细节，用浓重的墨点、浓重的墨色去给它勾勒出来。好，在这个比如说树的下方或者这种岩石的边角，我们适当点上一些胎点，点上一些胎点。稍微加上一些胎点之后，画面就丰富一点了。来，再推远看看整体啊。好，我们要开始画远景了哈。
左侧差不多画到这里。那我们用一支这个尖毫或者提斗，用淡墨，我们把这个房屋后面稍微的染一染，就来开始画旁边的这些石块了和浅滩了啊，没有特别多的细节了，后面就很快就要出效果了。所以画了这么久了，是吧？就是全是这些小的点呢、笔啊、线呢，让你就画烦了，是吧？马上呢就可以看到今天你的这个成果了。把暗部比较细碎的地方，我们都会统一用这种淡墨，或者我们需要去强调、去衬托的这种房屋的造型。一般在我们的画面当中，哈，我们会比如护栏上面留点白，这个护栏上方留点白，是吧？就代表着有积雪的感觉，是吧？有积雪的感觉。好，树干上方我们给它画到这儿，后边是吧？苍茫一点点，就要通过这种积染是吧？去衬托，这雪景的味道是不是逐渐就有了？是逐渐就有了。那认真的画完这些树是吧？枯树也就画的差不多了，也是这么个理儿啊。好，有一些枯树上面，我们可以假装给它，也比如说假装吧，我们稍微的给它带点留点积雪的感觉啊，积雪在上面。哇，上方不好留的，那我们就直接概括上去，衬托上去，通过大的雪景来对比，就不刻画太多的小的细节，一点点的留呢。这个你要是方便，你就自己去，就是这种横躺的这个树干上方，你可以留一点白来衬托，比如说像积雪在这个上方一样的感觉，是吧？你要方便，你就这样去弄一点。要不方便，就直接概括的去给它擦染下来就行。好，我呢就不画那么多细节了，好，直接给它擦出来。衔接对比过渡要自然哈，边看看画儿边点点赞，好开心啊！好，今天应该我们是不会耽误太久，不会耽误到大家吃饭是吧？也不会耽误到大家做饭。来，大致啊就画到这儿了，大致就画到这儿。好，我们再往右边走哦，右边走，就勾勒岩石，最喜欢雪景了。右边画的时候就是勾勒一点岩石和它的这个小树枝，点一些点，染一染就完了。好嘞，我们让大家画起来最轻松、最愉悦的时候到了，把镜头推近点啊，镜头推近点，稍微的勾勒一些墨色哈。勾勒这个轮廓的时候，其实都不会特别的重了，都不会特别的重了。水分适中，对，来点水，来点水。在这棵树的下方，在这棵树的下方，从下往上，然后我们再给它稍微的添加一些小的枯枝，
然后再从这一侧走。好，你可以适当点上一些点。这是枯枝，你看它需要你很多的表达的什么形象姿态吗？不太需要，所以你稍微的加上一些啊，有那么一个像树啊，或者像一个苗啊，是吧？有个长短、疏密、浓淡的节奏就可以了。然后再从它下方，我们再从它右下角这一块哈，来，我们再来一些。是吧？添加点小的树枝。现在有暖宝宝，就只有今天啊，因为今天我们画雪景嘛，这么冷，我们的小伙伴们估计也挺冷的，是吧？手脚冰凉冰凉的，所以给大家准备了暖宝宝啊，暖宝宝是贴在脚上的，出门的第一步就让大家暖起来，冰天雪地的嘛，是吧？也到了一年一度的，应该说是最冷的一个时节吧。最冷的一个时节了，要注意保暖啊，防寒啊。好，这是画的左下角这一侧，我们觉得算是应个景儿啊，应个景儿。有暖气得出门啊，这个时节手脚冰凉是常态，是常态啊。北方是有暖气的，南方是可是没有哦。好，大概的树啊，它们适当的要有一定的交叠，不能全是相互没有关系的。然后底部呢，用浓一点的墨，浓一点的墨给它带一带，不能全是淡的啊。后面我们还要给它染呢。好，大致就画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就很快阔的啊。来勾勒远处的这个轮廓了哟，勾勒轮廓了，是在南方还是北方？我呢，我也在南方。来，我们推进点，画一画右侧的边角。岩石的造型整体是一个偏三角的，最高的地方就画的整个纸张一半儿。就整个纸张的高度的一半是吧就可以了。好，然后勾勒出来，它这个尖角挨着这个树的这个位置啊，它和我们的这个水面间隔的距离呢比较窄啊，这一侧比较窄啊，这就是差不多这一块的岩石的一个造型，从上往下是吧，斜坡过来，斜坡过来。好，比如说从右上，对不对？我们勾勒的时候，比如说轮廓，我们还可以水分呢稍微枯涩一些，当然也不需要你特别浓哈。底部在画的时候，你可以比如说加2层这种叠加的小的结构，然后再往右侧走，在这一块我们多一个小细节。好了，这是我们勾勒的这撮岩石，这撮岩石画一个大猪蹄子是吗？一不小心就把这个石头画成了猪蹄子一个造型，哎，这是经常容易出现的事儿啊。通过这种造型的概括或形象的一种表达呢，是不错的。那么从前后交叠的地方是吧？
交叠的地方，我们用淡墨给它概括或者衬托一下。这个时候用的都是块面的比较淡的墨色，比较淡的墨色。比如这一侧也是一样，从底往上。好，淡墨的擦一擦它的底部。在我们这处岩石，这树叶这一处，我们是要适当的留点白的。这个时候，我们拿出这个大的，你可以拿出大的这个白云笔啊。我们拿一拿这个大号的白云笔，啊，来抽个上签，拿一个大的提斗，来个大的提斗吧。我们用之前给大家展示用过的那个牛耳是吧？画这样大的面积的就可以了。来，我们退远一点点。底部呢，为什么我们要边画边染？你等它完全最后我们一起来染的话，没法去调整，做一些细节的调整，对不对？我们只能画个大概。我们今天就反正这个没有太多细节，我们就边画边染嘛，边画就边染一染。墨色可以刚开始染的时候不用特别重，是吧？水分还是要饱满一些。染那就是肯定是水要多，是不是？水要相对多一些。好，根据咱们的这个斜坡，是吧？从左往右，从右往左，是吧？水分饱满，它就可以把这个这个墨色染的呢均匀，相对均匀。在咱们这一处树的边角，要适当的衬托一点点白出来，衬托一点白出来。好，围绕着这个浅滩的底部，是吧？这是水面。在北方的是吧，尤其是大东北的小伙伴呢，可能都会看到，都容易看到的是什么？到了冬季，这个山石是白的，但是就是因为有积雪嘛，水呢它却变成了黑色。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呢，小伙伴？因为光线呢等各种原因导致它们会有一些这种独特的地方。好，在树枝里边我们要留出一点的白哈，留出一点的白。好嘞，欢迎新加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哦，点关注不迷路，以后每次直播都会给大家自动提醒。也可以穿上黄色小马甲，点亮我们黄色灯牌，对吧？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获取我们每次直播时的高清的案例图和工具清单。好，后面的先不去染，为啥？因为我们把后面的画完嘛，给它衔接起来，衔接起来。画雪景需要特殊的纸吗？不需要，你就用那个普通的生宣就可以，普通的生宣纸就可以。来，我们呢拿出这个勾线，用我们的这个什么尖好啊，尖好，再来勾勒远处的这种山石的轮廓。这上面没有干，其他细节你就不用管了，就不用管。大东北冰封了是吧？被冻得不行了，确实啊，也是。那是哪儿啊？会出现这种情况？以前在一些影片里边也看到过。好，再从上我们再给它勾勒一下。这棵树的左上角，我们加点斜坡，也可以在水面呢加点这种石头。用淡一点的墨色，我们把这个围绕着这个树的，就在横着中心线上方嘛，有一撮比较平一点的墨色，不能太跳跃啊。在横着中心线的附近，是不是有一撮比较平缓一点的山丘？我们要给它勾勒出来。
然后再从下方高低起伏，转折一点啊。好，这是我们中景的这个第一环的这个山丘的造型，不要画太高，顶部嘛要留出一定的空间来，然后在它的底部是吧，要尽量平稳一点点。我们刚刚给大家讲过是吧？这张画里边呢，它比较反复的用到这种三角的这种造型，为了强调这种平稳啊、安宁的这种安静的氛围、雪景的氛围。所以要烘托这种氛围，一个是从造型的时候或者用线的时候呢，它都在考虑了。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在渲染的时候要注意，用的是卡纸，好，用淡墨是吧？把焦点的地方都用淡墨啊给它擦出来，水面浅滩。面积不大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尖号的这个小号；如果面积比较大呢，就用刚刚我们说的那个牛耳。好，雪景其实就是这样衬托的啊。好，你在染的时候，可能有的小伙伴这个画上呢，它可能容易出现一些笔痕，是吧？水痕啊等等，这都很正常，那个不用担心，是吧？那个都是避免不了的，容易出现，尤其生宣的宣纸上方，有些纸呢，它这个笔痕的表现呢特别明显。好，这棵树上面，比如说积雪的感觉，你可以稍微明显点点啊。积雪的感觉，在这个树杈的周边，可以留出一点的白，好来体现。是吧？在这个树的边角，你看横躺着、斜着的嘛，它都挂着雪，堆着雪在上面。从左侧，好，浅滩是不是衬托出来了？再往后边走啊，我们边画边染啊，这个氛围呢好一点。如果画到最后才让大家染呢，可能大家都累了，对吧？后面湿哒哒的也没法调整，都没有干，对吧？现在我们边画呢边染一点，一会儿还可以再加再丰富，对不对？好嘞，然后我们稍微的在这种交叠的地方，用淡墨，对，再衔接。墨色要润一点点啊，墨色要润一些，不是说这个顶部完全留白，而是呢大面积的留白，体积的关系呢还是要衬托出来的。上面带上一点笔痕。好，一些细节等会儿再画，它干了我们再来，好，这一侧是吧？原石上方我们点上一些笔触。好，开始画远山了，是不是这个就很快啊？现在已经完成了一大半了嘛，完成一大半了，大效果就已经出现了。画雪景呢是比较便捷的，
有的小伙伴看似复杂啊，这么多细密的树，确实树啊它是有细密的地方，整个氛围学景的感觉呢是比较容易表现出来的。好，哎呀，稍微的控制一下别人的水分。好，这个右下角这个斜坡。好，接到这个纸张这儿。好，然后我们再来从右侧走，用淡墨的方式，淡墨的方式，啊，来一点儿，不能让它直接起就跌落下去了。好，顶部留出一定的白。好，大概的轮廓是不是勾勒出来了？普通话是吧？啊，今天没有太多嘴瓢是吧？今天嘴瓢的比较少。好，再从上往下，给它勾勒一点小的细节嘛，勾勒点小的细节。然后我们来先不画这个岩石，我们先把远景给它衬托出来，拿出我们的牛耳，拿出牛耳来。好嘞，是吧？依然是要调和这样的墨色。调之前，我们可以先把水分刮一刮，把水分刮一刮。为啥？我们让它稍微的水分饱满一点啊，就是可以稍微从左往右，为了衬托出这个石头的白，对不对？这就是衬染嘛。你说它是分染也可以，给它先衬托出来，以浓重来衬托这种比较淡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在擦呀，在染的时候，行笔相对会这个干枯一点，因为后面我们还要染一遍，还要染一遍。有回放的，回放在咱们的小黄车里边，永久观看是吧？购买之后永久观看，然后呢，这个不限时间、不设地点，哪里不会点哪里就可以了。喜欢哪节课的案例，再也不用担心被错过了，是不是？好，然后继续，接下来我们再用点淡墨，要让它平整哦，是吧？要让它平整。天色呢比较晦暗，然后我们就给它把这个衬托出来。好，越往上方走呢，它可以淡一点儿，可以淡一点儿。这一侧是吧？从下往上淡墨，然后再从边角，就是前后两块轮廓交叠的地方，是吧？给它擦出来。擦的时候要不能像之前我们画的那些画那样枯涩了哈，而是要墨色很饱满的，墨色很饱满。
旁边的这个小石块暗部，我们要给它染的平整一些哟，是吧？不能让它显得琐碎。然后我们在边角你可以适当的把局部需要强调加重的地方再加重。好，不要让远山再过重了哈。我们就是远处的天空太重了，我们需要加重的是什么？下方的这个水流，对不对？这个河滩，我们可以把河滩的这个墨色呀，适当的去给它强调出来。这水太大了就会晕开，是吧？控制一下别的水分，而且也是为了衬托这个咱们的这个石坡，它会把边角局部呢给它适当加重一点儿。好，灰暗的墨色都留在了这个底部。好，你看我们这张雪景是不是挺快的就容易画出来了？当然，你还可以在里边，比如说点一些苔点呐、然后加点树枝啊，给它丰富起来啊，丰富完整一些，把细节添加。有的苔点呢，它看起来是苔点，也会有一点点像树枝，是吧？没有干的话，你就先等一等。像远处这些地方，我们可以少点一点点，而且墨色不能过于跳跃啊，让远处的这种墨色的效果呀，它要隐约一点点，是吧？我们说近实远虚嘛，近实远虚。然后在边角，稍微的点上一些小的点，苔点，小的苔点。好，然后我们在它的这一侧加一点我们的这个树叶吧，让它看起来适当的茂密一丢丢。包括底部这块儿。发到群那边，就是已经购买课程的小伙伴，可以在我们的群内，到时候给大家语音点。现在语音点不了，因为嗓子太疼了。文字给大家点啊，下载学浪啊，下载学浪。操作的过程，如果学浪不知道怎么操作的，点开我的头像里边有一个黄色页面的一个视频啊，就给大家专门讲解的，给大家专门讲解。如果不会操作，你也别着急啊，买了都是你的啦。慢慢的这个摸索，好不好？一定不要着急，一会儿在课后咱们直播之后，我呢再给大家直观的示范一遍，一定把它给教会，好不好？有的年长一点的小伙伴呢，在家里边自己呢不会操作，都可以理解啊，就是你别急着，别急着了啊，我们给大家慢慢讲，慢慢讲就好了。好，然后我们再来一点点淡墨。再来点弹幕，把这个地面的这个叫什么墨色是吧？我们给它稍微的添加一点小的细节，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适当的去丰富叠加都是可以的。好，我们推远。为什么老叫小伙伴？这是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一朵云的这个友好的称谓，好，我们把这个画面大体的一个雪景的效果啊，基本上就画出来了。当然，其实等它干一点之后，这些地方还可以处理的细致一点，特别喜欢雪景，等哪天是吧？我们找个合适的时间再带大家画一画。冬天儿画雪景是挺好的，感受一下雪景的氛围。好，背景呢还可以染的呢更统一一点点。好，就是要这个什么，你一点点的去染，或者说一点点去调整。一下染完之后，像平常我们染完之后是吧，没法去调整一些细节。那今天我们因为是一点点染的，这个时候还可以适当的去干了嘛，还可以再去调整，是吧？还可以去调整一点点。好，然后我们呢用这个淡淡的墨色把这个石头的底部，现在统一的是吧？统一的去把这个画儿再给它村染的平整一些啊，不能让它看起来太过于琐碎，对不对？好，太琐碎了，这个画儿的效果肯定也不太合适。这就是我们今天大家画的这样的一个西山雪霁的一个景象。住在这儿是吧，还是挺惬意的，就是没有暖气是吧？但是呢，我们直播间有暖宝宝，可以贴到脚上啊。当然，在手你可以是我们刚刚说的，你可以搓一搓，暖和。但是呢，脚呢还需要再注意一下。冬天呢，对于我们很多的女士是应该是必须的啊，必须的。好嘞，好嘞，好嘞。好，这是我们画的这一块的雪景的一个景象，大家画的怎么样了？基本上跟上啊，不管你是眼睛跟上还是手上真的跟上了啊，都可以敲个数字1，我们看一看啊。第一次听说脚宝宝。永久观看一共多少节？至少120，而且不止120的。那只是一个基础标准，我们还给大家赠送了相应的基础的教程，还会带大家临摹古代的一些经典的作品，啊。我们在刚刚说的啊，赠送的课程还不在那120的一个那个节次之内，知道吗？啊，我们说的是120节以上的这个完整的案例，啊。好了，各位小伙伴，这块如果跟上了是吧？咱们就算是今天没有白来啊，来体会一下这个雪融融的景象。我们说青山原不老是吧？阴雪白头，绿水本无忧，阴风骤灭。那么通过这种大雪的覆盖呀，冰天雪地的景象，既是一种沉寂，也是一种新的一种宁静。它能够覆盖和遮盖住啊，掩埋住很多的一些不开心是吧？我们刚刚说到的，又到年末了嘛，可以把这一年的遗憾，这一年的这个什么狼狈，就像我们一样啊，都掩盖住。来年呢，我们种出新的期待，好不好？眉目舒展，一片干净。当然也感谢大家伙儿啊对博云的厚爱。那以后我们还会在直播间，包括回放里边呢，和大家继续相见，好不好？挂历是吧？好，我找一个案例，可以看看大家画一个挂历也是可以的。这个干一点之后，我们还可以点一些胎点啊之类的，
让它适当的丰富一下。我去找一张啊，拿一个挂历出来。挂历呢？来画这个可以吗？这个树应该是很多小伙伴以前没有画过的。我们可以不画这个瀑布，我们可以把这个树呢大致的效果啊给它体现出来，大致的效果勾勒一下。你们以前画过这个树吗？这个树叫什么名字啊？有没有小伙伴知道？椰子树是吧？有没有被椰子砸过头？都喝个椰汁儿，是不是？然后我们来画这个树，大概怎么去着手？我们先拿出一个小红毛，拿出一个小红毛，或者我们的一个小号的狼毫，有一定的笔锋的狼毫笔都是可以的，都可以。水也画吧，这个时间可以的话，我们画不完的话，就下次再把这个画完也可以。好，我们来画这个树，我们先画这个是什么？叶子。叶子画完，再画这个主干啊，再画这个主干。我们画这个之前呢，肯定是什么？多大的纸？我用的是这个是一个挂历，我把这个案例先拿走啊，免得一会儿那个弄脏，这个下面这个案例弄走啊，免得一会儿弄脏了。冰天雪地的是吧？画完我们还是得来个暖暖的。好，来，我们来一个挂历哈，来一点咱们的这个湿笔的纸。大概虽然我们是圆形的哈，虽然是圆形的，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的造型和位置呢给它勾勒出来，造型位置勾勒出来。千里江山图已经收到是吧？好嘞，千里江山图的打印效果还满意吧？来，我们从上往下，比如拾起虚收是吧？勾勒这么一笔。好，右侧呢再来这么一笔，就勾线。你先把这个什么那个叶子中间的那个叶脉啊，那个支撑它的叶脉，给它这个画出来。看清楚，别画反了。我们用的这个，比如说白色这个就用来画画，然后呢，红色那个你可以用来写字儿，红色那个可以用来写字儿。来喝口水啊。今天的直播都还没有结束呢，它怎么放到回放里边？好，然后再来啊，再来，然后我们把这棵树画出来，其实今天就不错了，好不好？来，我们在下方。但这叶片呢，我们可以有一定的这个长短不一。啊，画反了。哎呀，真是，没关系，但是我们当一张画画，就是这头是挂历。啊，谢谢小伙伴的提醒啊，这没关系，反正是我自己的。我说怎么一直提醒我别画反了？我说怎么反了？没理解。好嘞，还是我们这热心的同学啊，考虑的周到。好，没事，来，我们继续啊。比如说左侧我们也可以给它勾勒一个。好，当你可把大体的姿态画出来之后，大体的姿态勾勒出来之后，我们再来这个什么，再来往里边去丰富这个椰子树的这个生长的方向，我们都反过是吧？一瞪了，来，然后我们用比较浓重的墨色，但以前就是没有画过的小伙伴可能不太熟悉，画过的我想应该都至少这个什么画过柳叶，对不对？画过柳叶吧？你比如像这个边角的，拾起是吧？虚收，
啊，你芥子点你总画过吧？是起须州边角它是比较平整的，而且比较密集，是吧？好，然后我们就先画一侧，左侧的我们呢，一会儿再慢慢的去给它叠加，慢慢的去叠加。也反过，没事儿。来，再来。画的时候越到边角啊，它中间有部分的这个线条可能比较长一点比较长一点然后呢，它这个末尾梢部呢，它就比较细了。好，当然你在画这个线条的时候，可以稍微，比如说有些线条笔触收的实一些，收的实一些，甚至于带一定的弧线，它都是可以的，带一点弧线。好，这是我们画的这一块的椰子，然后左边我们再来，稍微的在这个转折的地方，把边角给它带上一点就可以了。好嘞，欢迎新进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哈，可以点左上角头像加关注哦，不迷路，以后每次直播会自动给大家提醒，然后我们再需要去给它丰富的就是下方，我们这两侧画的墨色还比较淡，只有中间这块的墨色呢最为浓重，好，我们从上往下。好，再从上往下啊，它的上方，这我们也给它交叠加一排出来。需要加重的地方，你比如说，我们可以适当的给它加重一点点。好，然后我们再往下方走，再往下方。不同角度的你可能不太熟悉，你可以慢一点点。上加强，好，我自己留着了啊。以后要是画的比较合适的，可以上去。来。笔锋还是让它聚一点点，在这个中间是吧？聚集的地方，我们还可以适当的给它加一加，就是加的茂密一点。我们往下方走的时候，用浓重的墨色，浓厚一点点哈，墨色呢比较浓重，而且水分比较饱满，然后来画出这种比较茂密的叶片的感觉。笔触之间的这个间隔的距离呢，它是并不大的，比较密集。以前我们可能都没有画过这种独特的这种树，对不对？啊，也只有这个画家他是大南方的啊，他才会表现到，他才去画这种家乡的这种景象。好，我们以前还画到过一些独特一点的，比如说芭蕉树，对，芭蕉树。在古代的画作当中呢，芭蕉树也有出现，但是少，非常少。好，后面我就画稍微快一点点了哈，因为前面的我们大致都知道它是怎么操作的了。
然后右边是吧？湿气虚收，再来。好，猫咪的叠加叠加是吧？猫咪的叠加叠加，底部不要让它就是完全这个平整了，它是要不那么规整的哈，边角不是那么规整的。第一次画椰子树，好，以后我们可以画的很多一些新奇的新奇的内容。左边我们前面画的都比较浓是吧？左边给它来一个非常淡的虚一些的，比左右两边的都虚啊，墨色更淡，它显得会更加的靠后。怎么还不够淡呢？加点水。背景画大海。在中间的位置，我们还是要给它适当的用浓墨，对吧？用浓墨的方式去体现。今天这个画儿，我们画的这个树比较多，画一个不一样的树，画的不一样的。然后中间我们后面接这个树干下来，然后再从边角用淡一点的。记住，就是所有的这种枝条，不管是我们的这种叶片也好，不管是咱们的叶片也好，还是咱们的这个枝条，它边角都不是齐平的，都不是齐平，一样高或一样矮的，这个大家记住喽。像竹子那个是几号链接？你往下拉，有一个套装的笔，套装的笔。那里边都在那个套装的笔里边。好，从上往下。好，笔触也有缝隙。好，叠加起来，像麦穗儿一样。一口气点了500个赞，啊，这手速不错，手速不错。啊，再从上方走。好，上方的墨色它要比前方的要虚淡很多哈，虚淡很多，淡淡的。左边也是，在画左边的时候，甚至于这种笔触，它都是带有弧钩的，带有弧钩的。啊，这个角度的不太适应。好，这是我们画的这一簇的椰子的叶子。那接下来我们要画这个主干，画这个主干的时候，主干它是比较直愣的哈，但是也要兼顾一定的粗细。然后我们用淡墨，这个瀑布我们都画了很多了，这要画很快，很容易。我们推远一点点啊，
就椰子树这个树叶子呢，要画的墨色要多一点点，然后用淡墨，用淡一点的墨色，是吧？相对淡一点的墨色吧，把我们这个主干给它画出来，它是有一定的曲线的感觉，是吧？稍微有一定的曲线的感觉，由细到粗啊，由细到粗的这么一个过程。好，这是我们的椰子树，是不是就生发出来了？好，生发到地面这一块儿，它还要长一些很多很多的一些细致的东西。我们呢先不给它加，等它干了之后，在这里边呢给它添加一些纹理啊、痕迹啊等等，对不对？啊，那丰富起来。当然，旁边的瀑布啊，我们还有一棵小树，这不能让它看起来这么单调。旁边不管它实际的生活的环境有没有，我们呢为了画面的考虑，是吧？我们可能都会给它添加一点画面我们往往要兼顾一定的疏密的节奏，对不对？还有这种啊，整体的一种姿态感，浓淡的墨色一个相互映衬。然后从上往下，嘿，给它带过来。边角的可能还是一些椰子树的感觉，是吧？边角还是一些椰子树。好，这个在画的时候，我们呢从上往下，底部你耷拉一点点，就是我们需要一些重墨把底部给它压住嘛。把底部给它压住，然后树梢部分，树梢部分我们也需要给它添加出来。但这块儿我们可能没有干，我们能画一侧，能画一侧，那就先画一侧。好，然后再来底部加了一些，是吧？右侧还有好多好多细节哦，右侧还有好多细节，你们细节多了会不会烦呢？啊，好，我们以前想的呢，就是想画的画呢很多，但是想到呢我们小伙伴喜欢的呢，可能呢又不是特别多，能赶上个末尾。可以将瀑布改为沙滩。我们瀑布呢做一个简单的暗示就行。我们尽量把这张画画的相对完整吧，相对完整。在它的这一侧，似乎还有一个。
像松树也可以啊，我也看不太清楚这个到底是什么，有点像椰子的这个叶片，也有点不太像。好，加到这儿，准备干饭了是吧？好，边干饭边看也可以。好嘞，大概啊，我们就把这一处底部需要加重的地方加到这儿，然后树枝对吧？这个我就简单的给它添加一点汁，或者说胎点，丰富一下就可以了哈。我们不需要过多的去给它点，那个树干还要等它干一点，来干一点。然后再从右侧，我们来点淡墨，是吧？把这个远处的瀑布微微的带一带吧啊。树干等它干一点，我们再去添加细节哦，再去添加细节，应该是可以投屏的。你可以看一下自己的设备设置的是否是摸索一下，再摸索一下。对于我们很多小伙伴不太会操作的哈，我们都建议大家可以先摸索摸索哈，不用着急。那个课反正都在那儿，是吧？你都可以看，把大概的瀑布的中间的岩石造型给它勾勒出来。是吧？我们山水的这种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我说春夏秋冬生于笔下，东西南北宛若目前，东南西北的不同空间的不同时间的是吧？我们都可以表现在我们的画面当中。中间把这个瀑布水流的这个石块微微的加一加啊，微微的加一加就行。然后转折的地方你可以适当的加重一些，稍微的加重一些。好，来点枯色的墨，把这个像瀑布是吧，也有像水流的笔触啊，给它带出来。然后这块儿这个瀑布用枯色的笔，淡一点的墨。水分控制一下，你可以顿笔，是吧？来画这种滚滚涌动的瀑布，是吧？提按提按提提提按按按，类似于像李可染的这种画画的方式，是吧？画瀑布水流的方式。好，底部你看我们都给它适当的加重了。转折的地方是吧？也可以适当的平整一些，适当的平整一些。用你的灯，你购买课程之后，用你的那个购课的抖音号登录之后，用同账号登录之后，你就能看到，就能看到。OK，好，这是我们右侧的水流，然后左边呢，是吧？稍微的是吧？把这个瀑布水流左侧也是要适当的加重的，稍微加重瀑布给它带出来哈。我们只能暗示大概，暗示大概，没有特别多的细节了。我们下次画一个更精细点的可以。
你们喜欢椰子树吗？行，下次我们再带大家画一棵。好，在盖饭呢，在盖饭了也可以啊。平常我们画的这种水流，一般都会很要求它很流畅，干完了才有空点赞。两面都能画啊？两面都能画吗？好，如果两面都能画，那挺好的。嗯，好，这个挂历呢，它应该是一次呢给你发5份，有可以写字儿，也有可以画画的啊。你应该是可以选它的规格，你可以自己挑选一下。啊，底部的水流，啊，大概加到这儿，隐约一点点哈，隐约一点点，方向还不能错。这个小伙伴提醒我了啊，没关系，这个就放在那儿，放在那儿，这个什么，自己喜欢就行。好，把远处的这个山石的形态，山石的用墨色重一点的哈，我们应该把山石画了之后再来表现水流的，把这个山石平整一点，墨色也稍微浓重一些，是不是？它是穿过了椰子树的，在这个椰子树应该说是后方，是不是？当然后方它不是特别的浓重，在转折那块我们可以稍微让它浓重一些，就是这个边角嘛。好，远处还可以再来一层，当然尽量平稳啊，尽量平稳。好，瀑布的水流，我们呢用一点这种滋拉的笔触，把这个瀑布啊涌涌滚动的厚重感给它带出来。当然，左右之间的区分，我们要用墨色呢，淡墨给它微微的区分一下。好，要尽量平整一些哈。远山的山石，我们可以用点淡墨给它稍微的擦一擦。越往远处走，它是越来越淡的。大概有一个山石的形态就行。好，远处的嘛，远山的。快到饭点了是吧？饿了累了就先吃饭啊，就先干饭。方便的呢就先看着啊，方便就先看着，不方便就先干饭都行。然后底部我们也要虚接一点擦的这种笔触，柔的笔触，去衔接这种落差的云雾。把这个树干呢差不多干了，边角干了呢，我们把这边角左侧稍微要给它加重一些，同时它在上面我们要给它不经意的点上一些横向的点，因为这都是曾经叶片生发过的痕迹，是不是？生发过的痕迹。
好，树梢这部分呢，给它加重一点。好嘞。好，大致的一个瀑布的景象，加一个椰子树的形象呢，就有了。然后我们还可以根据这个画面的需要，适当的去给它丰富，对吧？适当的去给它丰富，让它更完整，效果啊更突出。目前呢，我们就先画到这儿，因为各位小伙伴可能着急去干饭了，对吧？啊，下次我们可以画一个更完整一点的，画一个更完整一点的，好不好？这挂历还有咱们课程的回放都在小黄车里边。啊，如果需要的小伙伴呢，都可以去购买。今天为大家贴心的准备了冰天雪日里的暖宝宝啊，暖宝宝，有需要的小伙伴啊，可以去准备一份，让你出门的时候，你的脚掌都是暖暖的，是吧？每一步都是贴心的温暖。好，今天是大雪的日子嘛，大雪的这个时节，刚刚那个画完了吧？大致的效果出来了，画完肯定是没有画完，大致的效果是有一点点了。雪景的拿过来截一个图是吧？好嘞，咱们退远啊，退远，大家可以看看。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大家画的那个雪景啊，这个雪景的山水。雪景的山水呢，它是我们说比较容易出效果，而且也比较容易上手的，对于我们大多数的小伙伴而言，啊，大家喜欢的话都可以尝试画一画啊。如果你时间不太方便，如果你这个平常跟不上，或者经常容易来晚，时间呢不是那么的自由的话，可以选择我们的回放，是吧？哪里不会点哪里，永久观看。下载学浪 APP， 登录，用你的抖音号，用你购课的抖音号登录就是可以的。好嘞，欢迎新加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点关注不迷路。以后呢，每次直播都会有自动的提醒，也可以呢点亮黄色的粉丝灯牌，成为咱们的团宠，获取我们每一次直播时的高清的案例图和工具清单，好不好？以后再也不怕跟不上了，再也不怕跟不上了啊！好，这个椰子树，以后我们下次带大家画一个更完整的，好不好？画一个更完整的。今天我们。就简单的过一下手啊，简单过一下手。好，大家伙儿快去吃饭吧，快去吃饭吧。你的瀑布和泛画上画的有点不太一样，怎么才能画出那种云朵的瀑布？下次教大家，好不好？其实那个也就是无非用笔的时候带出一点丝儿，带出一点曲线、弧线啊。其实画这种瀑布不难啊，不难。好嘞，各位小伙伴们，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先到这里了啊。然后所需的工具材料啊，这些笔，这些尖毫笔呀、狼毫笔呀等等，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小黄车里边自己去挑选，包括颜料，还有一些我们推荐的画册，对吧？有一句话叫什么啊？刚刚我们说这个你的地方下雪了吗？你所在的地方。如果有的话，记得和你喜欢的人出去漫漫步，可能一不小心就白头了。当然，又有一句传说中的话叫什么？白头并非雪可替，遇见已是上上签。小伙伴，祝愿大家秋冬安好啊，秋冬安好。好了，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需要回放，可以在我们的小黄车里边加购。雪已经很深了，是吧？所以大家注意保暖，暖暖的咱们的暖宝宝，贴心的你的脚心，已经给大家放到小黄车里边了。来一首音乐啊，为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课程呢做一个结尾。